怎么可能？公司不帮我赔钱了？所以，现在欧阳和律师和我都是在替你免费辩护。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好的判决结果，那就请你好好配合。哼，免费辩护，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人？还不是因为我可以让你们上头条。丁丽丽，你知道这个案子6死2伤的严重程度是足以判你死刑的吗？我知道，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关心我的。那是因为你所做的行为不值得让人关心。我这么跟你说，在你成名之前，我早就是一名知名的国际大律师，不用蹭你的热度。为你免费打官司，也不是因为可怜你，是因为我敬重我的职业。公诉人，在上一次的庭审当中，他的证词有遮掩之意，这一次是否予以确认？经公安机关补充调查，米柔为了偷拍被告人在天台燃放烟花，以吸引被告人站到窗前，不慎却引发了玉岭城花园小区2号楼802室的火灾。证人米柔为了躲避调查，在上次开庭作证的时候，意欲掩盖自己的行为。公安机关已经将失火案移卷至区检察院，即将提起公诉。米柔为了争取良好的表现，已经将事情的经过予以交代，所以他所拍摄的丁丽丽饮酒的照片证据具有证明力。好，辩护人，你是否还有证据需要提交？审判长，辩护人还提交了一份关于被告人精神状况的分析报告。被告人曾长期在一家叫以诺的心理咨询机构进行心理咨询。这份是被告人特约心理咨询师的证词。被告人长期处于抑郁的精神状态，经常无法控制情绪。被告人长期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应当不同于对普通被告人的对待，而只负有限制刑事的责任能力。公诉人认为，抑郁状态并不等同于抑郁症。而且我国刑法规定的可以免责的精神病人的种类，也并不等同于医学名词中所有精神病人的范畴。被告人丁丽丽既不能够被认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也不具备法定酌情、减轻、量刑、减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不予以采纳。现在进入法庭辩论，双方需围绕主要争议的焦点：被告人所犯究竟是交通肇事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首先，由公诉人发表意见。本案事实清楚，所有的证据之间能够形成统一的链条。在本案中，被告人无证醉酒超速行驶，对社会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持漠视态度，6死2伤，造成3个家庭支离破碎，面临着长期的后续治疗和护理问题，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巨大。根据我国刑法，可以判处10年以上无期或死刑。所以，综上，请合议庭对被告人丁丽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依法从重判处。被告人，你现在可自行辩护。你们想判我死刑？好，这就是社会对我的一场谋杀。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当场撞死那2个记者。再后悔撞死！被告人，请你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注意你自己的言辞。这是发表你自己辩护词的时间，希望你整理好自己的想法，用文明语言陈述，否则
将你即刻推庭。你清楚了吗？被告人由于一时冲动才有了以上的言辞，请不必作为参考证据。审判长，合议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最大的区别是在于犯罪人的主观心态。刑法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种故意犯罪，而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过失性犯罪。被告人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过失，即预料到结果，但是自信能够避免。这完全符合被告人的心态啊，而并非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过于自信是基于被告人凭借自己熟练的技术、敏捷的动作、高超的技能、丰富的经验、有效的防范，而完全相信自己可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在本案中，被告人既没有在国家认可的正规驾校培训学习过，也没有取得过机动车驾驶证，所以他没有自信的基础啊。有啊，被告人有驾驶汽车的实际经验，只是过高了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及在有记者追逐的情况下，他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记者的骚扰，而并非故意威胁他人生命。公诉人在这里想要提醒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是：第一，抑郁并不是法定酌情、减轻量刑、减轻处罚的情节；第二，记者追踪可以另案追究记者的责任，但这并不能够成为被告人违反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的借口。第三，被告人的犯罪处于一个连续的过程当中。自从他购买了这辆车以后，其一贯的无证驾驶和多次的违章行为本身就表明，他从来没有将规范、没有将安全行驶放在心上，更没有对社会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给予足够的重视。被告人在心态上就是对社会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一直持有一种漠视的无所谓的态度，所以此次犯罪事出必然。公诉人将被告人的心态归于故意，辩护人无法认同。正常人都不会希望主动发生车祸去故意夺取他人的生命。况且，被告人已与受害人的家属私下协商，愿意赔偿每一位受害者50万元人民币。请合议庭慎重考虑。据公诉人了解，这部分赔偿本来是由被告人的经纪公司天雷公司提出承担，但现在天雷公司拒绝承担，被告人本身也因为毁约而深陷巨额的负债，所以公诉人没有理由相信他有能力拿出这部分钱。我赔。我愿意替他全部赔偿。旁听席不能随意发言，如果要发言，要经过本庭的同意。我是他母亲，我有这个权利。审判长，由于被告人的母亲长期在国外未能取得联系，辩护人请求将其列入补充证人。辩护人在庭前并没有提交申请，因此必须要征求公诉人的意见。审判长，公诉人认为可以继续。好，本庭同意。审判长，我是丁丽丽的母亲，就是丁丽丽那首红遍全国的歌词里所写到的那个不要脸的妈妈。她用这首骂娘的歌挣了一套房子，送给了她妈妈。
既然回来了，那就别走了。混蛋！你还知道我是你妈？你在外边把你妈骂成这样，我来就是把你给我的车、房子还给你，通通拿回去，我一个都不要。丁丽丽，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对你吗？在我心里，你就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我恨你！我愿意把这套房子拿出来，卖掉，赔偿给受害者。我了解我儿子，我儿子不想让大家认识我，但是我不怕全国人民都知道我是那个抛家弃子的母亲。丁丽丽生性叛逆，缺乏教养，这是我的责任。形成的这种性格原因，是在10年前，丁丽丽的父亲为了追回逃学打架的儿子，横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飞驰的汽车撞倒在地。最可恨的是，司机并没有下车来查看，也没有报警，而是丝毫线索都没有留下，然后就逃逸，人间蒸发了。丽丽她爸爸被发现的时候，身体都凉了，那个场面惨啊，真的很惨。我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就把这个结果归罪于丽丽。我很决绝的离开了这个家，让我儿子带着满身的伤痕，慢慢的长大。在他最需要母亲陪伴的时候，我离开他，没有给他正确的教育和指导，才酿成今天的大祸。所以，作为母亲，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在这里向所有的家属道歉，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审判长，丁丽丽曾经也是一个车祸受害者的家属，我是她母亲，是我没教育好她。我希望所有的家属们，还有至高无上的法庭，能给我儿子一次机会。我愿意用终生来补偿。龚主任，你是否还有意见发表？龚主任没有。辩护人，还有没有意见要发表？没有。被告人丁丽丽，你可以向本庭做最后的陈述。我认罪，我悔罪。我竟然忘记了，曾经我也是车祸的受害者。其实，在我的心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车祸对我的伤害。我现在只想跟大家说，酒令智昏，
以我为戒。我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现在休庭。我还是觉得心里边特别堵得慌。好了，别躲了，咱们合议庭的2位大法官谈谈意见，谈谈想法。书记员记录一下，谁先说？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主观心态。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我觉得界限有点模糊。你可以说他危险驾驶是属于明知故犯，可是他是否真的存在撞人的故意呢？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如果咱们是判成交通肇事罪，量刑范围也就是3到7年，加上逃逸情节7年以上，最多才15年。但是咱们回头好好想想，这是6条人命，3个家庭，最多才只能判他15年吗？王默，逻辑啊有问题，罪责刑相适应，先定罪再量刑，哪能倒过来？可是我觉得王默说的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是故意杀人罪，在刑法里，那只要致人死亡，他量刑的起点就在10年以上。但是我们这个案子死了6个人，如果说按照是交通肇事罪的话，就判这么一点点年数，我怕会有点不服众。而且我也特别担心，以后万一遇到那些有杀人意图的人，他们选用汽车，那汽车岂不是就变成了杀人减刑的工具了？啊，你们的心情啊，我理解，咱不要被主观情绪啊带着跑。Hello, everybody！ 来，给大家准备了福利啊，见者有份儿，见者有份儿。来，说2句啊，大家先放下手头的工作，我王默代表刑一庭，今天就正式的把咱们小马同志转交给各位了。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在刑2庭跟大家一起工作了。希望往后的日子，大家都可以多多关照。鼓掌呀！鼓掌！留言鼓掌！快！我给大家精心熬制的银耳汤，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熬了1个晚上了，大家尝一尝啊，给点面子尝一尝。来，给点面子尝一尝。快，师哥，来，马拉松。我问你啊。为了生命权牺牲家属的知情权、同意权都运用什么原则？法的第1原则。有几个？3个。哪3个？我记得第3个。司法理论都复习了吗？知道案例都研究了吗？你天天研究这个银耳莲子羹就能通过原额考试吗？你等着，我可以背出来的。等你背出来，这些题有时间做完吗？后面的分数都不要了吗？你叫我一声师哥，你是不是丢我们法大的脸了？行了，今天是你来我们刑2庭主审的第1件案子，千万别给我丢脸。好，我知道了。蕲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原审被告人罗成，男，1995年出生于燕水市三桥县，汉族，中专文化，蕲州市滨海区兴隆人力服务公司员工。2015年9月13日，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被告人罗成，你有没有收到滨海区人民检察院滨检刑抗2015 3号刑事抗诉书？收到。那其检2支刑抗2015 54号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你收到了没有？收到。原审判决书认定你犯的是什么罪？处以了哪种刑事处罚？判盗窃罪，罚金人民币5000。请被告人在说话的时候把音量提高一点，以便于我们的庭审。听清楚了吗？清楚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在这里公开审理刑事原审被告人罗成盗窃罪刑事抗诉一案。
同志，我要进去一下。哎，你好，这儿不能随便进。呀，那你知道哪能停车吗？对面，那边有个停车场。好，谢谢同志啊。现在开始进行法庭调查。首先，宣读一下滨海区人民法院2015滨15刑初30号刑事判决书。滨海区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罗成犯盗窃罪一案，一审认定2015年5月14日12时许，被告人罗成在滨海区国兴快递公司分拣线上班之时起私心偷窃快递。哎，这是你的。哎，这是你的。我的。你看现在头盔就没有了，是不是这个时候放进去的？是不是？是。走，带我们看一下现场。刚刚监控画面的地点是不是这里？画面里是不是你本人？来举手指认现场。经鉴定，被盗的手工真皮复古绝版款哈雷头盔，价值人民币2499元。被告人罗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于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鉴于认罪态度较好，滨海区人民法院酌情从轻处罚，作出一审判决如下：被告人罗成犯盗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原审被告人罗成，法庭刚刚宣读的判决书和你收到的判决书内容是否一致？一致，一致。下面由检察员宣读刑事抗诉书。滨海区人民检察院滨检刑抗2015 3号刑事抗诉书，对被告人罗成涉嫌盗窃案，原审法院判决量刑极轻，本院依法提起抗诉，理由如下：原审被告人罗成犯盗窃罪，数额较大，依我省现行指导意见规定，应处拘役3至6个月。我院认为，原审法院在对被告人罗成量刑时，没有充分依据该指导意见，严格执行。弟弟啊，哥，你是什么人？啊，对不起，我来晚了。他是我弟弟，我把证物带来了。肃静，既然你是被告人的亲属，就请落座旁听席，不得随意的干扰法庭的秩序，不然将对你处以罚款或者刑事拘留，退出法庭。听清楚了吗？啊，那我先交罚款，让我说一句话好不好？法官大人，我必须得说呀，这就是我弟弟偷拿出来的头盔，现在我找回来了，该罚罚，该赔赔。法官大人，你不能让我弟弟蹲监狱呀！我求求你了。旁听人员，本庭再次重申，虽然你作为被告人的亲属，但是你也不可以随意的打断法庭的审判。执庭法警，请记录：扰乱法庭秩序，罚款500元。如果说你下次再犯的话，我就只能请你退出法庭，对你进行刑事拘留。你听清楚了吗？啊，明白了。请坐好。请执庭法警接管物证。好，检察员请继续。为维护司法公正，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特提出抗诉，请法院依法判决。公诉人宣读抗诉书完毕。
原审被告人罗成，你对公诉人刚刚宣读的抗诉书是否有异议？我对判决无异议。我认罪，我也服判。但是既然原审已经判我不用坐牢了，我也悔过了。我哥也把头盔拿过来了，我也愿意还给失主。我就只求法庭能给我一次机会。检察员是否要对原审被告人进行询问？被告人罗成，你在一审的庭审阶段对所供的犯罪事实是否属实？属实。我认罪。你为什么要拿那个头盔？后来头盔去哪里了？那天我看着这快递箱上面写着绝版头盔，其实我也不懂，但是我知道哈雷这个牌子呀，我觉得是个好东西，我就想拿给我哥看一看。为什么要拿给你哥哥看？正好第二天是我哥的生日，我就是想拿回去让他高兴高兴。嫂子，我哥呢？哎呀，那不在那儿吗？啊，给。哎呀，这回来就回来，还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哥不过生日嘛。哥，出来，快，我有好东西给你看。小程回来了。哎，帅不帅？真皮的。哟，还是哈雷的好东西啊！哥，你带上。哎，你。酷啊！我朋友借我玩2天啊。兜一圈去？不行，我这儿干着活呢。走吧。哎，你俩去哪儿啊？这活谁干啊？怎么样，哥？有没有一种骑哈雷的感觉？就感觉一下啊！哎，你别说，还真有感觉。再换个帽子，太帅了！剪刀手，我就想把头盔拿回去玩2天，我就送回来。回到城里，我再马上把它封装好，我给客户送过去。我想应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后来那个头盔去了哪里？也是个意外。哎，老婆，哎呀，媳妇儿，哎，哥，今天这么高兴，咱们得喝点啊！我买酒去，哎，一起去。今天那么高兴，咱哥俩必须得好好喝点。好嘞，老婆，哎，哎，你俩这刚回来又出去啊？哎，真是。老板，哎，您这头盔怎么卖啊？哎，这头盔啊，你哪儿拿的？这头盔好像不是我家的。就在那拿的。啊，这好像是我嫂叔的。哦，是这样，老板，我那头盔啊坏了，你这儿500块钱你卖我得了。我嫂子说，这个客人他不是熟脸，我追出去找了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我和失主也私下里联系了，我还主动提出要直接赔偿他现金，可是公司就直接报了案。法庭，检察员没有问题了。好，下面进行举证环节。检察员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供？没有新的证据提供，对一审法院的证据予以认可。原审被告人，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可以出示法庭？有，我愿意把头盔归还给失主。鹿港18号非法载客。一行8人，4人失踪，1人死亡。
大家看这边来，1、2、3。哎，姐，跟你说一声，我上船了啊。哎，因为我海上没信号，我先关机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拍照片啊。哎，再见。哎，那位哥哥，你怎么那么害羞啊？哎，我发现你好像像一个人。你要吓死我呀！我就看看你拍的怎么样，我偶尔也玩玩摄影。潘老大刚才说了，一只船上只能有6个乘客。你什么时候上来的？我也刚上船。兄弟争夺，相逢是缘，以后也是朋友了啊！多多关照。非得着急忙慌的，这么黑漆漆的要上岛。说岛上的菩萨特别灵，未来一定生儿子，咱们就忍忍吧。行，忍一忍。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席。报告审判长，庭审准备就绪，可以开庭。好，请大家就坐。现在开庭，待被告人郑铎上庭。被告人郑铎，你再详细的复述一下，鹿港18号离港以后发生了什么？你们为什么没有到达登仙岛？那天啊，先是出了点意外。看到5号，我是鹿港18号啊，收到请回答，前方情况怎么样？登山岛5号。没事，这就是信号不太好。一船车多少碗有啊？晃这么厉害能出海吗？登山岛5号，收到请回答。你踏实坐着吧啊！我告诉你，我航海几10年了，这点风能算什么？我保证把你们都送到登山岛去啊！登山岛，不是天天到不了。啥？登山岛5号？你说什么？啊？什么没有蛇蝎上不了？没事，你踏实坐着，没事，坐着，没事了啊！风要再大了，等会儿回去啊！坐着。所以你们的卫星电话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坏了。我们一开始以为真的信号不好，后来才知道是坏了。被告人继续。不用你，我来，手放开。没事吧？没事。登仙岛5号，收到这个，收到，请回答，前方情况怎么样？前方看到了，
明白明白，返航返航。哎呀，怎么走不了啊？你放心，我跑船几十年了啊，保证把大伙送到地方。甭进去吧，一大了，活动你看，进去快！退什么退呀？啊，我保证你通道不就完了吗？你确定能到登仙岛吗？没问题。哎呀，快进去！你大了，活动，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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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这他妈风浪这么大，这破船靠不靠谱啊？兄弟，你不是专业潜水的吗？也怕这风浪？哥们儿，我是潜水的，我又不是鱼。别害怕，没事的，有我呢。没事吧？没事吧？他额头流血了，这样不行，得赶快止血。我船长那手里有医药箱。别去了，外面风浪那么大，太危险。你就忍着吧。我去。哎，慢点。收到，请回答。把卫星电话给我。什么？卫星电话给我！风浪这么大，去不了了，马上返航。你说什么呢你？啊？海山村块你了解吗？我跟你说，看过这个风暴圈就风平浪静了。再说了，回去我这船票谁管呀？我老子命要紧还是船票要紧？信不信我弄死你？你小子还敢威胁我？我告诉你，这船是我的，我说了算。你要忘了我把你们还没下，他妈试试！我看你还。啥？船长死了？还他妈坏！小子，你还上过海事学校，会不会开船？我是上过海事学校，我不会开船。你不会开船呀？那船长都已经死了，我不动。我还没弄死，我还没生儿子呢，老婆，对不起了。船长死了，你们都知道。救生衣。小子，我问你，这船上有救生衣吗？
这种船上肯定有救生衣啊！在哪儿？那儿呢？你啊，找出来。好。就一件儿。拿过来。这救生衣是我的。求人拿着救生衣出去之后呢，我们跟着跑了出去，就看到。你别过来啊！我们很专业的。救生衣给我，就一个，我给你。别打了！怎么办啊？去啊！我死我天啊！被告人齐文静，救生衣后来被谁拿走了？胡白。后来呢？后来，王贵就冲了进去。我说这位朋友，别躲呀！你能躲哪儿去？别躲了。这点地方你也躲不住啊！来来来来，出来出来出来，聊聊咱们啊！别紧张，来，聊聊，来出来！你说你跑什么呀？啊，我的救生衣啊，你把它抢跑了啊！我不要死不了！这船现在不是还没沉呢吗？你穿它干什么？啊！干啊！反正我已经杀2个人了，再杀1个也不多。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现在他们这船上我是老大，他妈不听我的，这就是下场。王贵让我们把血迹擦干净。他跟我们说，听他的话，他就不杀我们，能够顺利的到岸，他就一跑了之。他还跟我们说，不听话，现在就杀了我们。我们因为特别害怕，所以把他的尸体、刀，还有行李什么的，都丢到了海里去了。王贵是被你们杀死的，那你的丈夫刘凯又是怎么死的？他
他疯了，我们好像完全失去了航向，在海上漂流了好几天，也没有人来救我。怎么了？我老公不见了。老公，你干什么呢？我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岛。他说他看见岛了。什么岛？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呢，看到了吗？那哪有什么岛？老婆，我们得救了！我穿着救生衣，我可以游过去的。我到那个岛上叫人来救我们。你放心，我会回来救你们的。你快下来吧，那没有什么岛，你会死的，你快下来。有的，就在那儿，你看不见吗？你们瞎了吗？不是，那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啊！你快下来吧。最后一下水都喝完了。我们在海上已经喝了4天，那明明就有一个岛，你们说没有？你们是瞎了吗？你们肯定都瞎了！你把我救他下来。刘凯，那什么都没有，那根本就没有岛。你快下来吧，太危险了！你们都疯了！哎，你干嘛呀？你干嘛？哎，不去了。事实陈述就到这里，下面是举证质证，由公诉人开始。好的，审判长，请合议庭先翻到证据项第1页，这是一份证言。作证者呢是案发当天与鹿港18号在海上相遇的登仙岛5号的船长莫海生。由于他本人无法到庭，所以公诉人将这一份笔录呈上。可以证明，案发当天，鹿港18号的确与登仙岛5号在海上相遇。船长莫海生曾劝鹿港18号返航。何守义对自己多年航海经验的自信，最终他决定冒险前往，最终才导致了杀人事件的发生。第2份证据是根据海事卫星的定位数据绘制的航海路线图。通过这张航海路线图可以看到，鹿港18号在驶离了码头之后，的确是朝着登仙岛的方向驶去。那在航程一半的时候，碰到了登仙岛5号船，不过仅仅过了10分钟，鹿港18号的信号就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海事警察隔了半个月才找到他们的原因。为什么鹿港18号的信号会突然消失？公安机关检查了鹿港18号上的卫星信号发射器，发现是线路进水导致的短路，应该是机械故障。那有没有可能是人为关闭的？这不大可能。首先，卫星信号发射器的开关被调在开那一档，也就是说，当发生故障的时候，它应该是开着的，而没有被关闭过。其次，在设备上只能够提取到船长何守义的指纹，而提取不到任何其他人的指纹，所以呢，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第三，在设备的插座以及电线附近都发现了进水烧灼的痕迹，而且包裹电线的橡胶皮本来就有一点老化，所以大致认定是漏雨进水导致的短路。
最终确定是机械故障，而不是人为的关闭。请可以停，翻到卷宗证据项第10页。下面是一组案发现场血迹的照片证据。通过发光胺的呈现，在船舱内的地板上发现了被害人胡白的大量的血迹，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胡白是在这里遇害的情形相一致。其次，在船头的栏杆上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被证明是船长何守义的。那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何守义是在这里被捅杀的情形相一致。另外，在船头的甲板上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虽然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滩血迹是谁的，但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他们是在这里联合杀死王贵的情形相一致。为什么不能确定血迹是谁的呢？是这样的，其余6个人的血样都很容易采集，而且也匹配成功了，唯有王贵，在公安机关的信息数据库里查找不到关于此人的任何的身份信息，所以没办法进行血样的比对，只能够排除是其余6个人的血迹。但是，据3名被告人供述，在他们最初登船时，在船头甲板上没有看见过血迹。那为什么没有王贵的信息呢？公诉方怀疑此人使用的是假名，但是现在人死了，尸体也消失了，所以没办法进行考证。在血迹报告的后面是法医的鉴定意见书。首先是在发现了鹿港18号附近海域的某个荒岛上找到了刘凯的尸体，经鉴定身上没有发现其他的伤口，所以可以确认为溺水身亡。其次就是船上各处血迹的分析报告，那通过失血量来判断，胡白和王贵可以被认定为死亡。用于杀死王贵的那把弹簧刀上的血迹分析报告，为什么没有？那把弹簧刀丢失了。据被告人郑铎供述，当海事警察发现他们的时候，他非常的兴奋，急于脱险，所以在登上海警船时，不小心那把弹簧刀就掉到了海里。那虽然后来警方也搜索了附近的海域，但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审判长、审判员，3名被告人郑铎、齐文静、林宇的犯罪事实已经在起诉书中明确的认定，而且也为今天法庭的调查所证实。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亦供认不讳，他们承认是出于恐惧而联合杀死了被害人王贵，所以根据相关的法律，应当判处3名被告人故意杀人罪。在审查此案中，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能够如实的交代，而且均有悔罪的表现，所以请合议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以及考虑到3名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当时当地的客观环境，依法给予公正的判决。辩护人有什么辩护意见吗？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根据事实和法律，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观点。关于事实的认定，辩护人提醒合议庭注意：我的当事人郑铎只是让齐文静扎伤王贵，而并不是杀死王贵。没想到齐文静失手杀死了王贵，所以郑铎不应该对王贵的死亡负有责任。关于适用法律，被害人王贵之前已经杀死了船长和另外2名乘客，他也有很强的动机杀死剩余的2名乘客灭口。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的当事人郑铎想要制服王贵，属于典型的正当防卫，不应属于故意杀人范畴。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方所提出的罪名不适用于我的当事人郑铎，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事实情况，依法免除我当事人郑铎的刑事责任。
老总，他说他的事儿还指望着您帮衬着，说要不然的话，他怕自己在警察那边管不住自己的嘴。就这些吗？他要求我一定把这段话完整的带给您。下回啊，你去看守所见你的当事人的时候，你也转告他，让他戒牢。没有人能够要挟我。他还说啊，他对罗总绝对有用，不光是10年来如此，而且会将是永远。去，赶紧坐。今天这个合议庭到底是什么看法啊？你们？虽然有些地方呢还不完善，你比方说那个杀人用的弹簧刀，始终没有找到，其他方面也听不出什么毛病。我反而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什么问题？其实可以支撑此案的仅仅是3名被告人的供词，那些所谓其他的物证也只是血迹。可是这些血迹仅仅可以证明这些人是在这些地方被杀死的，能够证明是谁杀死的吗？甚至说还有王贵手里那把短刀，有没有可能王贵手里根本就没有短刀？反正他已经失踪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推到他脑袋上。还有，我们在船上根本就没有发现刘凯的血迹，难道这就一定证明说他是自己跳海的？有没有可能他是被别人扔到海里去的？这也只是我的一种推断可能性而已。万事皆有可能，但这仅仅也只是可能。话里有话啊，怎么讲？证据。关键是证据。事实需要证据来印证。杀人呢，一定是有动机的。经过调查，这3个人的供词已经得到了相互的印证，而你刚才的这些推测，请问证据在哪里？动机又是什么？暂时还不知道。我看大家说的都很好，这个案件呢，基本上事实呢已经很清楚了，3名被告呢都已经认罪，而且他们的口供是高度一致的，公诉机关提起的诉讼呢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你但是什么？不是，我听过一句至理名言，就是但是之前的都是废话，但是之后才更加重要。得，还一套一套的。闭嘴。七儿，你刚才的但是是？我刚才的但是啊，咱们说好了，我刚才的但是，前面那些话，啊，可都不是废话。这个但是呢，我有一些疑问。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卫星电话。我想问一问大家啊，这个何守义在船上他是怎么死的？他是在甲板上打电话，然后被王贵刺中胸口，推下去的。妈，老子命要紧还是船票要紧啊？信不信我弄死你？你小子还敢威胁我？我告诉你，这船是我的，我说了算。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把你扔海里喂鱼去。你他妈试试！我操，你还！是何守义，当时手里拿着电话，那他掉到海里的时候，电话跟那人一起掉海里了？不对，供述里是说，王贵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是拿着海事卫星电话的，而且反复确认电话确实是坏的。可是我有个问题啊，你们说就在这一瞬间，他是怎么把电话夺过来的？当时天那么黑，船又在摇，争夺没有看清楚，也完全有可能啊。或者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王贵在把何守义推下海之前，先把电话从他手里夺过来了。这个细节有时候啊，记混淆啊，记得不对，甚至是忘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要把这些细节记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差，甚至3个人的口供都是高度一致，说明什么？这3个人的供词严丝合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3个人的证词严丝合缝，高度一致？串供。当然，也不能说他们的口供啊是一致的，我们就说是串供；口供不一致，我们就说人撒谎。我还是那句话，案子到我们法院，如果我们在这个案子有漏洞的情况下，把这个案子给判了，那就是我们法官的责任。你们别忘了，我们法院是守住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然啊，我们坐在法官的这个审判席啊，就要尊重一切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善于啊找出这些小问题，即使这些小问题呢，不能代表着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对案件产生重大的转折，但是呢，它也能训练一下我们的思辨能力嘛。齐院不愧是干过公安的。齐院，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我们今天的推断都是正确的，那他们3个人就是在说谎。那我们这案子应该怎么判呢？如果，什么意思呢？这个如果说的啊，就不是事实。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推测，没有确实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在撒谎的。所以啊，一切都要以庭审当中的证据和陈述的事实做客观的审判。思辨精神啊，咱们要有，但是不要有主观的臆断，主观的臆断会影响正确的审判。下班。马浩松，哎，齐院长在吗？哦，我刚好像看到他刚走，怎么了？嗨，这有他的信。你是不是不知道他办公室在哪儿？对啊。你给我吧，来，我给你送。好嘞，谢谢啊。客气。这么多。哟，张院，怎么了？好像电瓶没电了。啊，你怎么能会修车呢？我给你找一个人。不用，我找4S店了。哦，找完了是吧？哎呀，忙你的吧。好。电话哪儿去了？哇！喂，你好，这是齐恒的手机。这里是省第一监狱管理处，通知齐恒同志6月20号，他作为服刑犯人郭伦的唯一家属，来省第一监狱接犯人出狱。什么？没听清楚吗？不是的，我是想说，这不是我的手机，这是齐恒的手机，他现在人不在，所以我……那你能转达他吗？哦，可以。好，谢谢啊。不行，不可以！喂，哎呀，不可以！齐院，刚刚省第一监狱打电话来说，让您6月20号去接一个叫郭伦的人。哦。领导，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要接您电话的。是这样的，我刚刚呢过来给您送书信，然后我就听到当啷啷啷的声音，然后我就发现您的手机就在下面待着呢，然后我就拿起了。
罗总，您找我？你通知财务老刘，让他明天拿20万现金出来，交给钢球，然后转送给争夺那个酒鬼老爸，就说是公司分红。